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哦，我还蛮喜欢在线上看大家的一些留言，其实有许多的一些留言，甚至有一些的建言，有些的词哦，我都很想要抄下来，觉得在节目当中有机会可以引用来分享给大家，所以真的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哦。那这一次我们谈到美中台三方不断的竞争，大家在这段时间我们节目谈非常的多，但每次都有新的一些变化哦。最近的变化当然是美国，我们看到这个拜登号称他最好的朋友这个组成参访团来到台湾了。我们看到在这段期间哦，引起中国美国在海上也有许多对峙的行为。有人就说这是不是这个中国这个玻璃心中共这个军方的玻璃心又碎了，又继续做一些扰动的一些行为。不管是我们看到中国辽宁号这个在海上展示他们的一些军事的一些力量，那看到美国同样这个航母这个罗斯福这个打击群同样也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邻近的海域来做这些相关的一些动作。当然也看到中国军机在4月12号甚至出动25架次不断的扰台，持续没有停止过。这跟我们原来我想从去年开始节目在谈到美国大选的时候，很担心拜登上来之后会不会美国马上的示弱示软但看起来这个逐渐的部分来讲，在整个军事对峙好像也没有松懈过，这值得我们持续来观察那今天我们开心邀请到2位评论员来好好跟我们来谈论。首先邀请的是日本产经新闻的台北支局长我们矢板明夫先生。大家好。那接着是我们台湾智库的咨询委员我们张国成教授。主持人矢板先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对，我想一开始就请教一下矢板先生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辽宁号的这部分甚至这个还翘着脚，这个看起来有点挑衅引起大家许多的一些关注跟讨论。那当然这部分大家就很好奇说，这是不是中国也因为美国做这挑衅，他才要加大力道来对台湾继续骚扰？显然从某个国际形势的语言来讲，就是我也不怕你美国了，我现在已经跟你平起平坐了，你做了什么东西我就会做。当然啦，有时候人家说倒霉的又是台湾，台湾好像他又不敢对美国只敢在口头上骂一骂，也不敢做实际的行动。在这之前他只能对台湾来出气你怎么看呢？首先这个美国发表的这张照片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美国的神盾舰的2个舰长和副舰长在那里翘着脚，然后挂着望远镜在那看着中国对面的这个辽宁号。我觉得这个呢，首先我问了几个军方的朋友他们说这个是非常非常违反军方的操作规程的。第一呢，就是说舰长副舰长2个人出现在一起是尽量应该避免的，因为人家对方一炮就可以把你2个全打死，以后你就没有指挥官了嘛。尽量分开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一定要穿救生衣嘛。就是在海上，你跟敌人可能发生遭遇战的时候，你随时可能掉到海里嘛。那2个都没有穿救生衣嘛，就是所以呢，他就是说有句话叫战略上这个重视敌人，这个战术上藐视敌人。这我觉得这是美国这次做的是非常彻底的。前不久在美国的国会听证会上，这个印太司令官的前任司令和这任司令都在讲的什么6年以内这个台海就爆发战争那个第2个说我们可能更快讲的这么重要。但是现场这个真正的官兵阶层呢，就完全根本看不起你嘛。就是我救生衣也不穿，我们2个人在一起，你有本事你就打一下，这种感觉。而且这张照片是有意的发出来的嘛。这张照片你们如果是照的话，我想如果不是在美军，在日本的自卫队还是台湾还是马上就军纪处分了，马上军纪这2个马上就要回家了。但是说他这是有意的在放出来，这其实就是一种挑衅行为。但是碰到这种挑衅行为，中国确实是就是美国已经看穿了中国不可能你有任何动作你就是在吓唬人。然后但是说中国呢也不得不表示一下嘛。那么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台湾前不久刚是20架军机，这个破了新纪录。这没想到在过了不到1个月以后，就25架飞机，它不停的增加这个海上巡逻。其实我觉得，有几个目的了。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说要试探拜登政权的底线这个就是拜登政权上来以后，在中国和中国的对抗，就是有的部分对抗，有的地方不对抗。那么对台湾海峡和南海，到底美国怎么想的？美国有没有在军事上？我听很多的中方的人士说，这个拜登政权上来以后，中国感到在军事上的压力小多了。但是小多是真小了呢，还是
美方只把拳头收起来，可能随时在攻击呢？这一点呢，中国还要试探一下。那么现在呢，这次等于说美国神盾健改，而且又这么藐视你这种方式呢，我觉得对中国呢。也是等于试探出来了拜登政权的态度嘛，我就是看不起你，这种态度。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式。同时呢，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毕竟是今年的7月份是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个对习近平来说也是他2个100年，就是今年的共产党100周年和20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党100周年。最近这十来年，中国一直在提这2个100年的这个口号嘛。在这个也就是发扬国威的一个口号，在这2个100年第一个100年到来之前呢，一定要宣扬一下国威嘛。所以说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在中国内政的要求呢，就是说习近平明年呢要挑战连任。那么在连任中，其实现在党内的很多的这种反习的势力，这个大家都知道嘛。比如前不久的蔡霞教授到美国去，他就知道嘛，习近平在党内就是黑老大一样嘛，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这种状况，习近平当然也知道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在快到20大的时候呢，习近平如果造成一种军事上的紧张空气来说，对习近平的连任是有好处的。因为党内的话，你看这个大敌当前，我们党内就不要搞分裂了嘛，用这种方式来就是说团结党内。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反而我觉得像这种军机绕台这方面，我觉得也是他的一个刺激外国，然后制造紧张空气的，也是他的一个目的。还有个第3个目的，我觉得中国在2013年的时候成立了东海防空识别区。那么下一任成立之后呢，就马上就要说出这个南海防空识别区怎么样啊？2011年不好意思，就是说南海防空识别区的这个成立呢，基本上是就是说但是说在川普政权的时候呢，中国是不敢的。中国总怕这个怎么川普政权在军事上真正对他动手真的。但是拜登政权呢，他觉得南海上这个压力要小起来了。所以说呢，我觉得你看他虽然军机绕台，但是大部分其实是在台湾的西南方向嘛，其实是南海的入口的这个方向。所以说我觉得呢，他可能打算在不久的将来呢，要把这个南海的防空识别区宣布出来。这个时候呢，台湾有什么反应？美国有什么反应？日本有什么反应？东南亚有什么反应？这一点我觉得是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他这个军机绕台呢，其实呢，就是在西南绕台，也是为他做南海防空识别区就是的一个准备了。那么不管怎么说呢，我认为呢，就是今后这个中美包括台湾海峡的军事紧张还会升高，特别是菅义伟去访问美国之后，这个日美联合保护介入台湾的情势更明显的话，中国一定是还要在军事上施加一些压力。所以说这个军机绕台的事情，我认为暂时不会消停，还会继续。但是说呢，我觉得基本上进入一种斗而不破的这种关系了，就是双方其实都是不想打仗。而且呢，中国是不敢打仗，就是很明显，就看美军的这个海军舰的舰长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了嘛。但是说呢，他需要在政治上需要一种紧张的空气。所以说呢，我认为在20大之前吧，至少习近平连任之前，这台海的这个紧张还会持续。那么，但是说呢，要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我们最重要的是，千万要避免这个擦枪走火，这是对台海的安全最重要的事情。是啊，擦枪走火这种事情比较难说，一种是会不会是叫做意外啊，就不小心误触了什么东西；另外一个部分当然是第一线接触的人这个 EQ 好不好，到时候会不会因为什么东西忍不住那天早上跟老婆吵架或干嘛而如何，这也不是不可能哦。但我们讲还是必须要很谨慎哦。当我们看到香港的议题有时候大家也会在看到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一些态度。那我们看到美国最近他们也把
他们在香港的相关的一些房产他们原来的员工一些宿舍给撤离拍卖，取而代之的是发现，我们这个美国 AIT 在台湾这也自购了这个所谓的员工的宿舍，直接现金就把它直接买了。大家就说，这不就代表美国好像很坚定的来相挺台湾？你看以前都没有在台湾这个直接买房自产，现在不管是 AIT 新的办公大楼，然后我们看到的又开始有这个买员工的整栋这个宿舍，大家就说，这是不是一个美国相挺台湾的一个象征，还是台湾人太一厢情愿、太过乐观？国成老师你怎么看？AIT 这个新址落成之后其实在台北的这些外国机构里面，可以算是规模最大的。其实呢，相较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使馆来讲的话，那个规模也算是蛮大的。那现在呢，他又这个新买了一栋公寓意思呢，简单的讲就是说，第一个他要增加驻台的人数。这一点是很确定，所以这个要增加这个大家的这个生活条件嘛，所以就买了一个新的房子。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对台北的房地产市场长期一定是看好的不然他就好了嘛。今天突然变经济的房地产节目，对，也就是说，他其实长期来讲，第一个他人要多派第二个就是这个他对台湾的这种长期的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他是这个用一个姿态来表示说他其实是看好的。然后呢 ，AIT 呢，他人要多派，意思就是说他将来对这个台湾的这些工作方方面面他都会更加的强化。比如说呢，上个礼拜呢，我们知道这个 AIT 的这个发言人这个孟宇和女士 Amanda Manson 她到了马祖去访问，还在马祖的这个以前这个国军呢这个新建的这个坑道准备要这个放这个登陆艇要登陆对岸福建的地方，还唱歌唱什么歌呢？唱 Stand by Me 意思就是说我就是永远是站在你这边的。像这些这个外交举动其实意思就代表说美国现在认为过去对台湾的这种外交工作这个力度还不够所以他现在要更加的强化这一点来讲是这个也做给这个区域内所有的行为者，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给中国来看，表示说他对台工作是越来越重视。那刚好呢在这个4月14号的这个下午这个美国呢这个拜登总统呢也派了3个这个一个特使都是跨党派的，而且是跟他个人关系交情都非常资深的，像这个之前的参议员陶德然后阿米塔吉这个台湾人都很熟悉，以前当过副国务卿的，还有斯坦伯格这个也当过这个副国务卿的人来到台湾。那这个访团呢，其实它的名义是说我是纪念这个台湾关系法签订这个制定42周年，实际上42周年这不是一个整数年嘛，那个其实他不派也是可以的，但是他还是派了，就是一方面来平衡这个最近他派这个 Kerry 这个气象特使到这个上海。所以呢，特别来这个台湾呢，表示一个这个平衡第二个表示说重视台湾。那第三个呢，因为这个访团其实他现在3位成员都是非官方所以呢，这个直接就面见了这个蔡英文总统。意思就是一定是传达这个拜登支持蔡英文的讯息或者说是口信也好，或者是公开的讯息。我想的这些呢，将来有可能形成什么东西呢？就是一种美国对台湾的模式，也就是这个增加的这个派驻的人数，然后增加访问的次数，增加讨论的深度。我认为这个3个增加其实是这个我们可以拭目以待。那当然呢，这个台湾方面呢，其实我认为美方也希望我们呢能够增加对美国的了解，能够强化这个对美的工作。因为呢，这个的确我们都知道，过去这么多年来因为现在对中的贸易是台湾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来源那台湾的社会呢，其实现在中国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了那这个在贸易投资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可以说是已经超过美国。现在台湾跟中国的贸易已经超过台湾对美国的贸易了，所以这个美国呢一方面也在担心，就是说台湾会不会成为中国的经济跟美国相互竞争，甚至在一些关键的科技上让中国称霸世界，台湾是中间的一个助力。所以呢，美国一方面呢支持台湾，一方面呢我认为也不着痕迹的这个要警示台湾。就是你跟中国要从事经贸的合作，这往来呢这当然是免不了的，但是呢也必须要在中间呢考量这个美国的利益是非常多元的。
是，我想这个也大家值得来做一些观察哦。当然，我们看到的，不管在经济面向、在政治方向的一些角力，在军事的部分哦，我们谈的从来不会比较少哦。最近有一个很特别的说法，叫小蓝人哦，蓝色的小，蓝色的人哦。什么叫小蓝人？简单的说，就是有人把它举例，就是中国事实上有许多的这些所谓的民间的渔船哦。当然，人家认为说这其实合理怀疑，这就是一个民兵哦。他们可能有些船都经过改装，甚至有很多的一些配备，他们用这样的方式不断的去干扰哦，我们就谈到的他们想要去影响的这些所有的在周边海域的部分哦，有人预测说这可能有将近到2000多万人，可能拥有40多万艘哦。这个到底详情是如何？这个我相信哦，包含不管是在台湾、在韩国邻近的海域哦，那在东海这个南海的部分就不用讲，包含我想在日本哦，过去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钓鱼台相关的争议里面，都会看到这些影子在哦，所以大家就说了，这个他们慢慢不断的透过这样的方式哦，军事的部分有刚刚提到的一些军舰，然后他偶尔是都的又运用这个民间的他这个可以控制的民兵来干扰你，但因为对外来讲，大家总不会对平民来出手，用这种所谓的，其实我看起来是一个很我们认为是不良善的方法，把他们甚至这些民兵有些搞不好真的是一个被逼迫的状况之下，去推上一些前线有人说这是值得来关注的一个现象。那这部分我们请教一下矢板先生，你怎么看呢？对，这些就这个在中国叫海上民兵，这个当时呢和日本的这个钓鱼台有争议的时候呢，他们是多次运用这个方法，就是说派个很多这个海上民兵去包围这个钓鱼台，当然日本叫尖阁诸岛了，然后呢给日方施加压力，那么其实呢后来我还到浙江和福建的沿海去专门采访过这些人，他们呢基本上就是说。在中国，首先民兵这种就是退役军人变成民兵的，这种是当然很多国家都有的，但是说中国的民兵比较特殊，他们的第一是数量大了，在这个最高的时候大概有3000多万民兵，吓死人。然后呢，当然后来得到减少以后，后来到习近平时代的时候大概是800多万，他们正式发表的800就是领津贴的嘛，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不在编的。那么其中呢，但是说这个民兵呢是全民皆兵这个概念呢，就是说现在北韩也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呢，就是发生内战，就是中国本土被敌人占领的时候，他这个民兵是发挥很大作用的。但是说如果说中国没有这种直接的战争的话，这民兵倒是派的用场不大。但是在整个的这个800万民兵之中呢，大概有30万人叫海上民兵。这些是渔民，他们是过去是参加过海军，或者是参加过陆军，然后呢复员以后，他们就是在这整个的靠渔民打中。这些大概有30万人，但这些人呢，他们最近呢，中国国内没有战争，但是他们频频出击，变成了中国对外的，就是说，施加压力，中国外交的一张牌。所以说呢，中国的海上民兵呢，最近这些年国际社会是越来越重视的。他们呢，就是基本上呢，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一个船长，这个是我们在编的海上民兵，他呢就是定期去接受训练，然后还有津贴，还有钱赚。但是说这个船长，他这个船比如有10个船员的话，一旦进入接受任务状态的话，只有他一个是在编民兵，但是10个船员也自动变成民兵了嘛，因为受船长指挥嘛。所以说呢，我觉得他这个人数虽然30万，他随时可以扩大成很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们做什么任务呢？第一呢，就是说，他们是侦察、收集信息，他们量大嘛，在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别的国家的什么一些船啊，什么各方面去照相，包括海底的一些信息啊，他们搭载的有着北斗的定位的这个程序系统，然后呢也有就是说联系的无线电各种方面的方式。就是我过去采访的时候，记得他们那个船上来以后。应该在福建某个海港，船上来以后，他们要把那个鱼往下卸嘛，然后每个船上都有1、2个，就有那种地方的车接他们，他们要回去汇报工作去。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景象蛮奇怪，就是说，你想这个船长一下来，赶紧要把鱼卸船是最重要的，但是他们汇报工作是最重要的。这种就是说，他们一个是收集信息，第二个呢。就是说，比如说驱离、冲撞，比如说外国的船啊，或者是外国的一些东西，它可以驱离
别的船，比如说最简单的，比如说钓鱼台，好了，它就是日本，如果日本的船过来的话，我是渔船，我撞你的话，如果是中国也是政府的船或者海警船或者军舰的话，撞船就可能发生战争了嘛。是，但是我渔船撞你，你能吃哑巴亏吗？对，就民间，对民间嘛，这是区域冲撞，这些动作可以做，而且还可以做一些破坏活动嘛。我下去把你的海底电缆给你绞断，然后呢，我是渔民嘛，顶多是你把我抓到的话罚点款，或者也没什么。如果但是替国家做很多这破坏行为的事情，然后呢还随时可以这化整为零，化零为整。这个所以说在各种各样都可以非常灵活的运用战争，但是这种东西呢，这种叫便衣兵嘛，这个在国际法上是有问题的。战争行为你把平民卷进来，让一般的民众化妆成军人参加战争行为的话，这个在国际法现在是不被允许的嘛。那所以说中国如果是那种恐怖组织，什么伊斯兰国也就算了，在中国这么一个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国家，还有这种很明显的跟国际法有抵触的这种海上民兵，而且中国国家还把它就是说怎么说呢？国家也承认，而且执行很多的任务。最近在南海也大量出现了，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国际社会应该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关心的。另外一个，最近中国的海警法成立了，海警法成立之后，它和这个海上民兵一配套。这个就是变成非常强的一个手段了，就是他让海上民兵去挑衅嘛。如果一般的国家的渔民是不去的，如果台湾的对不对海巡署让渔民船去挑衅，他也不会去的嘛。但是海上民兵他去挑衅，制造冲突，然后海警船去干涉。这样的话呢，将会整个的这个南海、东海周围情势会有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要高度关注这个问题。是，这听起来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挑衅的一个行为啊！这也是我们大概过去一直还是谈到中共的这些政权，还是用一些不良善的一些方式哦，没有走一些。我们认为叫光明磊落的一些方法。那当然谈到中国做的部分，这光明磊落或者有没有造假的这文化，从台湾其实之前台湾一直很多内部在吵说要多打中国的疫苗啊，明明中国都示好，然后内部在政治上还引起许多的讨论，说为什么这个这个蔡英文政府这个不愿意让中国疫苗进到台湾然后这个装高傲，这个置台湾人民于水深火热不顾但最近发生一件事情是，我们知道中国透过这个疫苗也来做希望来做这个以疫谋霸，或者来扮演这个好像在全球疫情大爆发的救世主但最近智利事实上是受他们帮助很大，然后采用他们许多的疫苗，但最近连智利主教连都有打疫苗的部分还确诊那这个中国内部自己的这个他们的高层也提到说，中国的这个疫苗防疫好像没有想象那么好，他们考虑未来混合其他的这些疫苗来做一些这个施打，这当然引起许多的讨论，说怎么突然老实了起来？当然后来他们中国官方赶快做了一些补救，但也坐实大家对中国的疫苗还是有点担忧啦。当然持平来说，如果用防疫的角度，我们应该说，就算打一个人会有人死亡，一个人当然还是人命，但不打的话，可能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数字是可能1000个人就会有5个人死亡。从某种角度，这个几率概算来讲，当然是打疫苗的效药好，哪怕只有一半，还是会救了一些人。但我们不能用这样的单纯这样角度来看，这还是在谈中国对这些内容我们觉得还是有一点草菅人命，没有真实的去呈现这些内容。那这当然请教一下国成老师你自己看到这个为什么在这一次的疫苗整个这个事件那包含这所爆发，他们认为他们整个疫苗显然没有太多的效益，你觉得后续可能会产生多大的一些相对应的一些影响？你怎么看待这个事件呢？我想这个疫苗对中国来讲其实就是中国这几年来它的一个建设一种成绩的反应就是速度非常快这个也在速度在时效上来讲，跟世界各国尤其是先进国家是并驾齐驱的。像譬如说它的这个军事力量的建筑建设啦，太空啦，这个就是美国有什么，它现在也要跟着有什么。像这个疫苗也是一样，去年疫情刚爆发，这个年中这个
就听到说它的疫苗已经完成试验，就准备要开始上市了。这个看起来速度是非常快，因为这就是他们这个多快赶超，追求成绩，也是不管是政治这个公卫还是这个外交上来讲，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所以不管怎么样，反正一定是要赶快快马加鞭，也是要把它东西弄出来。这个在各个领域，我们现在看到中国都是这个样子，那这个疫苗当然也不例外了哈。但是呢，他现在说，第一个说这个保护力不太够，第二个就是说可能要混打其他国家的疫苗，也就是说呢，其实这还是比较老实的，就承认了说他的疫苗其实这个追求时效，效果不是这么的好。那这个当然后来他说这个是报道是有点这个误传啦，需要补正。可是呢，截至目前为止今天这个是4月15号，他也没有正式的出来说过一次说他的疫苗保护力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它的疫苗的这个在成效上在这个各种的这个效果上来讲，跟世界各国疫苗是并驾，先进国家疫苗是并驾齐驱的。至少它目前它还没有这么说。那以中国共产党来讲，石板先生很清楚，他是最强调宣传的，他是最强调这个成绩的。如果真的有这个成绩，真的有这个效果，他还有不说的道理，他有不吹捧的道理吗？没有的。所以目前就有人知道说，他其实自己心里也知道，这个疫苗呢，其实现在来讲效果还不是这么的好，甚至在中国自己呢，他现在公布的数据施打的比例呢，也还不是很高，好像怎么乐观的算，目前来讲施打的人数也还不到20%嘛，比起这个其他国家来讲，速度是比较慢，而且以他的这种举国体制来讲，怎么会别的都做得起来，这个施打率这么低？可见的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这个效果呢还是比较有限。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第一个就是这个随着这个疫情呢，这个全世界各国逐渐的进入控制中国应该也不例外。也就是说呢，他如果说走上比较务实的道路的话将来呢透过什么方式，反正宣传工具掌握在他手上，他说我跟其他国家合作啦，还是什么发明出了什么先进的疫苗啦等等逐渐在这个问题上获得一定程度的解决，我认为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说现在这个中国他强调的就是说，不管他的疫苗效果好不好，至少他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全世界欧美疫情这么严重，每天确诊的人数是都以万在算中国至少还能够靠他的体制控制住了。不管他是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总之来讲，他就是控制住了。而且呢，他的这个经济成长啦，这个进出口目前看起来似乎受到疫情的冲击也比欧美来得少。也就是说，将来他可能会用凸显他的抗疫的成绩，跟他的经济的这种发展来呢这个缓解呢大家对这个疫苗的这个效果相对来讲不怎么满意的这种批评。也就是说，疫苗效果可能不好，这他也没有特别否认。但是呢，总的来看，我们抗疫还是做得不错的。所以呢，这个大的好处呢，这个不能被这个小的瑕疵呢，所掩盖。我认为这个中国共产党将来一定会是强调这一点，因为总的来看它就有这个数量的优势。像譬如说刚才石板先讲，他这个小蓝人，老实讲，他随便呢抽了一些这个渔民呢愿意接受武装呢，这个脱产参加军事训练，随便一组就是几十万，就比很多国家的正规军的总数就还要多了。他目前来讲就是靠着这种人口的优势，靠着他的这种宣传的这种霸权，在国内国外掌握各式各样的话语权。这一点来讲，不只是疫苗，其他所有东西都是如此。相对来讲，我个人还认为疫苗这件事情没有大举宣传，还愿意让大家看到说它可能还有一点问题可能代表说它相对这种东西还是比较有自信的，所以它还比较可以经得起批评。如果它完全没有自信，完全是一塌糊涂的话反而这方面的消息你一丝不漏，你完全看不出来的。所以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经过了这么多年这个各式各样的政策，当然这不是我们现在能够谈得完的。西方国家呢，对他来讲，不管是交往啦、贸易啦，还是种种已经让它变成了一个相当可怕，而且是人类历史上很难出现的一种这种有帝国主义，也有天朝概念，又有社会主义，然后又是庞大的资本主义的非常奇怪的一种政权的复合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在中国大陆呢，将来发生什么事情，还是他们采取什么样奇特的政策呢？我认为都是不奇怪。
其实刚刚提到这个国成老师在谈，我也在想说，只有施打率20%哦，你中国这么有效率，盖高铁这么快，怎么会这么慢？某种程度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疫苗不大有效，我干脆说没有打很多，如果打很多，其实就不会再有发生其他的案例，会不会用这样来卸责？不知道。但前一阵子，刚刚我们看到在国内有一个苹果日报，它有一个访问了一个从中国来到台湾，最后他原来到中国学中医、学武术啊等等。他受不了，他觉得中国很多都是假的。他说他学中医，按理他应该要有好像4000小时的实习，但他说根本没有。可是他们既然学校是对外匡称是他们就是有去实习，然后他也提到了说，如果你到中国的学校，其实中国学校教室里面有很多的摄影机。摄影机要干嘛？而且不止一个摄影机，有3个摄影机至少是他的经验，都全部在监控了所有的这些学生的这些课堂上的一些，包含老师的言行。很难想象就是大家一直号称中国很好，我们过得很好，但我不懂这么好的国家，这么好的政权，这么好的执政党共产党，为什么这么害怕来监控人民的一言一行呢？这不是很匪夷所思吗？我想都值得我们好好来讨论那今天很谢谢我们2位来宾，也谢谢所有的观众的收看。但我们也有一些听众朋友，他可以用收听的方式我们还是拜托大家帮我们这个多多的宣传帮我们的节目转传，然后帮我们订阅、按赞。然后留言给我们更多的一些批评、指教、鼓励让我们可以做出更好的一些节目。那我们也会持续邀请这些这么优秀的来宾，持续来帮我们做一些相关议题的解析来请大家继续来支持我们的节目，继续收看我们其他的一些节目。再次感谢2位来宾，也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